各位伙伴，大家好。今天帮各位介绍的是大家最近应该都看到有很多的网站宣布说，这个 Notebook LM 做出来这个 PDF 档的简报，然后透过他们网站或者平台或者程式，可以直接转换成PowerPoint 可以做编辑。那我也用了蛮多个人分享的，然后呢，各家的平台我自己试了一下，我觉得现在介绍这个叫 Deck Editor。这个网站是我用过这几家看过在网络上免费的，然后有些还要收费。我觉得这个是 CP 值最高，然后呢最简单操作，而且辨识度非常高的一个网站。我这边帮这个作者推销一下，推荐一下，不用钱啊，完全免费。我跟这个作者一点都不熟，我只是觉得说，这个真的很厉害。好。我这边有一个，这个是 Notebook LM 做的，我是用资讯图表的那个区块做出来，所以是单张的。这一张是一个 PNG 档这个网站呢在这里，它有让你两种选择，你可以把图片或者 PDF 丢到这边来，然后汇出成 PDF。不过这个我基本上大部分人应该是不会用到这边，应该是用这个，就是你汇进来之后直接可以转成 PowerPoint， 这才是我们要用的功能。所以大部分就这两个，你在一开始的时候记得选这一个。按下去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把档案上传。好，那我们试试看它有3个优点。为什么要介绍这个网站？有3个优点。第一个，完全免费，完全免费没有费用。然后不管你转多少张、转多少次，都是免费的。第二个呢，更厉害一点，它不用注册，不用安装，也不用注册，你连 email 都不用告诉他，直接到了网站平台就可以用，就可以使用，这个蛮佛心的。我说实在话。第三个呢？它虽然有每一个档案20页的限制，可是它没有每日的档案的总页数限制。换句话说呢，只要你这个档案呢，每个档案控制在20页以内，这个档案转完之后，你可以再换另外一个档案，再可以再另外一个档案，你可以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它没有页数的限制。讲白话讲就没有页数的限制，只是一个档案它最多只能转20张。如果你比方说28张，它也只有转前20张，另外8张它就不管你。所以说，大家如果在上传的时候，记得把它切的在20页以内，这一点大家要自己注意。好了，那我们示范，把它点进去，然后呢，把你要的 PNG 档或者任何档案传上去，直接按这个转换。然后接下来我这边影片会快进如果有出现这种画面的话，这个画面，请各位注意，千万不要按任何一个，你就等它就好了，连等一下都不要按。他待会就会跳过去，因为我按下去反而会失败，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每次都不按。基本上，如果你是传一张的话，大概是1分钟左右。你看我当时录影片的时候，27、28嘛，大概1分钟左右。好，那接下来你就可以把它存起来。好，接下来就到这个档案，就是刚才转好的档案。那刚才这一张呢，启用编辑，它的转档方式是这样，是把 Notebook LM文字分成一区，然后图片分成一区，像这样。好，那剩下的文字通通可以把它，就是在 PowerPoint 里面直接做编辑，这样剩下的就很简单了。应该各位有懂 PowerPoint 的，应该就很简单。好，那我回到这一张这一张是原本 Notebook LM 做的东西，它是 PNG 档。它一把它解开之后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这边呢，文字可以自己修正，但是呢，唯一的一个缺点，就目前各家平台目前还是没办法解决这件事情。就是呢，只要上面是图案的，它会认列为成一张图档，一整张图档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说你只要中间这一个圆圈的话，那没关系，只要您是我们频道的老会员，应该都知道说，我们常常介绍一个叫做布尔运算。我这边就用布尔运算重新做嘛，你不要拉一个圆。把它框着，我这边先假装假装是这样，大概这么大，把它框好。好，框好之后呢，大一点然后先 Ctrl 按住，先点图片，再点这个圆圈，然后图形格式，然后按交集，这个就被存下来了，然后剩下就可以自己去编辑所以你就复制很多张图片，然后呢，每一个都挖洞。基本上目前这个过渡时期也只能这样做了。如果说你一定要靠 Notebook LM 生成简报的话，那这个过渡时期你就可以这样做。不过呢，我觉得为什么说是过渡时期呢？我觉得总有一天 Notebook LM 它一定会开放说全部可以编辑看是要收费还是干嘛。那个时候应该就是 Notebook LM 的这个简报应该就比较多人会使用了。好，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 ，Notebook LM 可以直接做编辑。我建议大家，如果你是要纯粹靠 AI 做简报，
之前我们影片有提醒大家过很多事情，我这边再提醒一次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呢，你一定要有资料判读的能力，因为 AI 不管它多聪明，它毕竟它的来源是从大资料库出来的，资料库对不对，它不做任何的判断，那所以判断的人要由你这个作者，你必须要有能力判断说 AI 到底讲的是对还是错的，这一点是大家一定要培养自己的能力。你用 AI 做简报很方便很快，我知道，但是呢，只要它是错的，你没有能力判读的话，你上台做的再漂亮的简报都是没有用的。举个例哈，我才前几天刚用的，这是一个之前我们的学员做的，他介绍这个法兰就是 flange， 一个就是像这种轴承金属轴承要两边衔接的，尤其是管线两边要衔接的一个算是零件吧。他这边介绍9个，9个。这是他做16:9的更正4:3的。这份简报呢，我就把它直接变成图档传给 Notebook LM， 那请他帮我生成一张资讯图表，单张换单张嘛。那我们看一下资讯图表，他做完之后是这样子。各位看起来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蛮有 NBE 的风格。但是呢，这张是不能用的，为什么？这边介绍9个，它少了1个。光是这一点就已经是资料是错误的。第二个，这8个就可以用吗？对，这8个几乎是都不能用，几乎是都不能用。举个例这个带颈法兰，它是长这样，它颈部没有那么长，它可能是把它跟对汉法兰，可能是搞混了。所以基本上这个东西位置也不对，形状也不对，然后呢管线是从这边出来，也不是从这边出来，他自己把它挖洞了。这个跟这个又很像，这是对汉法兰嘛？这个东西是从上面进去的，不是另外挖一个洞。所以呢，基本上他完全理解是错误的，所以这一份简报看起来很漂亮，布局很 OK， 但是呢，资料完全是错的资料是完全是错的，因此我才再次强调，资料判读的能力是未来 AI 这个时代，我们做简报的人，不管你是用 PowerPoint 还是用 AI， 不管你资料判读的能力一定要有，不然呢，你简报很容易会出错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希望大家永远可以让自己专业变得更好，谢谢各位。